俄罗斯军演正在火热的进行中，普京还是一贯的强横，这次直接秀到日本家门口，让后者感到极度恐慌。据悉，日本海出现了一幕让人震撼的场景，就是俄罗斯再次亮剑，其护卫舰直接击毁一枚重型导弹。众所周知，日本海临近日本，这可以说是一个敏感的位置，更不用说从俄罗斯防空导弹系统的作用范围看，这可以算是一个赤裸裸的警告了。俄罗斯防空导弹系统可同时打击多达16个目标，飞行范围在1到150公里，高度在5到30公里。光是16个目标这个数据就能让日本吓得不轻，对俄罗斯军演感到害怕。毕竟子弹无眼，俄罗斯军队一不小心擦枪走火，日本大概率会被殃及池鱼。从两国关系上看，双方一直受领土纷争困扰，不得不说，俄罗斯此举亮出王牌反制，直接让日本懵了。2号，俄方就已经给日本提了个醒，俄罗斯会在近几天在日本附近领域进行一系列规模军演，日本就此事对俄方发出不满，想要控诉俄罗斯军演不当行为。而在日本提出警告时，俄罗斯只是航行路线向日本海行驶，并未做出实际发射之举。就在日本认为俄罗斯只是口头话，后者实操直接就把前者给弄晕了。俄罗斯此举也就提前给日本打了一剂预防针，说明俄罗斯在日本附近军演会成为一个常态化。毫无疑问，俄罗斯这样的行为就是让日本头上悬了一根棒子，不知道哪天后者就会成为棒下打压的对象。对于俄罗斯军演，日本肯定是急了，但在武力碾压下，日本也只能干着急。在日本被俄罗斯吓得不轻的时候，就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事情。4号，美国最强大的一艘驱逐舰驶进了日本，美军做出回应，此举是为了保护印太领域的安全。至于美军是真的维护海域安全，还是另有图谋，就让人值得深思。不过有一点显而易见，那就是日本直接把美军请来压阵，想要借此震慑俄罗斯军队，侧面警告后者不要乱来。其中潜在含义就是说自己还有美军保底，但俄罗斯也是强硬，不管日本有何警告，该开打就该开打。反正俄罗斯早就打好了招呼，并非没有通知。单不说自由航行本就是大家的权益，俄罗斯此举并没有做出任何不妥之事，只是单纯的秀肌肉罢了。而日本直接把美军摆出来，就很让人意味深长了。抛开这个层面，日本喊话美军真的有用吗？事实证明，日本想拿美军当挡箭牌，基本也是无用的。俄罗斯海军有着强悍的实力，而 9M96E 和 9M96E2 可以应对现如今最强的反舰导弹，就算是美军的战斧灭舰也规避不了。这也就是说，一旦美军与俄罗斯军队开战，只怕是美军也难逃。近来，美国频繁地在印太领域搞小动作，给多数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在核潜艇仪式暂时耽搁后，军演仪式又被美军挑了起来。据悉，美日印澳将举行海上联合军演，美国并为此出动重量级选手核动力航母。在这次军演中，美国除了将出动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美军还将派出一艘巡洋舰和一艘护卫舰。这件事一出，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美军这是想要从印太领域找场子。美国因为核潜艇仪式受到了多方嘲笑，虽然本质上是美国自找的，不值得大家同情，但这里也体现一点，那就是美国的声望确实受到很大的重创，也损失了很多的利益。特别是在法国总统马克龙指控拜登政府后，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看法。现在相信反感是大部分国家的感受，而在法国透露出失望，欧盟等国家对美国开始转变态度后，美国真的能做到不慌吗？说不慌肯定是假的，尽管美国在表面表现得很镇定，但军演却实实在在地暴露了自己，将内心的不安表现了出来。在这一情况下，美国肯定是想要笼络人心，而最好的办法或就是借助联合军演，重新改观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印象。但美国所以为的洗白真的会成功吗？从事实上看，美国所举行的军演联系起来的都是其盟友，而不是其他真正爱好和平的国家。美国所谓的加强联系也只能哄哄盟国，并不能改变其他国家对美态度。抛开这个层面，美国或许真的也只是在对盟国进行洗脑，想要聚集力量。毕竟美国在印太领域的部署被不少军事专家指出，就是在对华加大措施，想要进一步对华实施包围。随着美军在这场博弈中越来越处于下风，这就使得美国不得不接受现实，进一步调整策略。
伴随形势的弊端渐显，美国对华围堵也越演越烈。这里着重体现在美国越来越喜欢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对华实施行动。不过，相比于美国的自信，美国官员却流露出慌张。其直言，在中美这场对峙中，美国就是在玩火，除了对自身造成损失，并没有什么用，不能给对手造成实际伤害。从他的话语中可以看出，美国对华威胁根本没用。这就是侧面在说，美国不能和中国作对，要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在自掘坟墓。事情最开始是在10月初，两个经常靠编纂我国谣言赚钱并出名的流亡学者迈克尔·贝克利和哈尔·布兰兹，在美国主流媒体之一《外交》上刊文叫嚣中国的崛起已经结束，并在另外一个媒体《外交政策》上发表类似文章，宣称中国正在衰落。于是，在10月11号，俄媒《今日俄罗斯》刊登了一篇名为《西方的一厢情愿》的文章。该文章开篇就怒喷了这两个流氓学者。该作者认为，这种人能够有市场，侧面反映出是西方国家源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恐惧，更是西方帝国主义根深蒂固的傲慢。随即，这篇文章引起了西方舆论的热烈讨论。作者认为，在历史上新的国家崛起都会让当前的世界大国感到危机和不安全，并努力将这种危险扼杀，这是经典的修昔底德陷阱论。然而，这西方偏执地相信，只要自己不认可并给予强力反应，那么对手就会自动的不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论点。而这种荒谬的逻辑背后，是美国和他带领下的西方走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接受其他国家的快速崛起。但是美国对于自己无法有效限制对方的发展而诞生于傲慢情绪下的近乎扭曲的焦虑感和深深的恐惧，后者来源自自己长期以来对对手的打击，却害怕这种打击会回到自己身上。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依旧在幻想中国正在衰落，甚至居然真的相信中国已经到达顶峰并正在衰落这样的鬼话，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妄想。该作者颇为诚恳地认为，中国在实现国家复兴的道路，在未来重新塑造世界秩序和体系的过程，会存在大量风险和挑战。但当下就去断言中国的发展，有些为时过早。单纯因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与西方发展的方式不同，就假设它是失败的，这无疑是一种十分愚蠢的行为。随着我国在各项领域的发展，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各国都为之瞩目的发展大国。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美国把注意力放在了我们身上，认为中国的强大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因此就开始不断针对我们，想要遏制我们前进的脚步。不过，由于拜登政府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怎样和中国作对，却忘了解决国内的危机，因此美国境内的困境越来越多了。继通货膨胀、国内分裂局势之后，近日美国又遇到了群众饥荒。据相关消息报道，有数据显示，近日美国出现大面积群众温饱难以解决的局面，有 10.5% 的美国家庭即将面临断粮无法生活的局面，有超过1200万人陷入了饥荒与半饥荒状态。由此可以看出，虽然说美国政府经常夸下海口，声称花费1000万亿美元来投资军事，但实际上美国的群众出现了吃不饱饭的现象，这足以说明美国政府到底有多失败。不过面对这样的现象，美国高官及媒体也终于认怂了。美国财长耶伦、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以及贸易代表戴奇都纷纷表示，美国应该与中国在更多领域寻求交流，共同发展，不激化中美之间存在的冲突。美国媒体也表示不希望与中国脱钩，因为中国的市场可以给美国带来利益。此外，美国也开始兑现承诺，重启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定向关税排除计划，减少部分中国产品的关税。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这样的情形，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也嗅到了危机，对中国的态度也瞬间温和了。有消息报道，近日岸田文雄在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发表演讲时表示，今后将与中国构筑稳定的关系，还声称这是个很重要的发展模式。此外，前几日岸田文雄上任后就立马与中国进行了通话，这样的举动让各界都很惊讶，因为按照日本一贯的作风，他们第一个寻求通话的国家应该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对此，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虽说美国和日本相继都向中国释放友好信号，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两个国家的本性。美国即便态度有所转变，但还是不会放弃将中国视为假想敌的想法，除非中国的实力比美国强大好几倍，他们才可能放弃与我们作对的想法。日本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提高警惕，时刻提防这两个国家。
总之，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中国了。美国为首的列强国家想要欺负我们，那肯定是痴心妄想。但中国向来都有大国的风范，如果想要真心跟我们合作，那我们也会欣然接受。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强大，美国就开始从各个领域针对中国。他们认为中国的强大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就想要阻止中国继续变得强悍。但是拜登政府也清楚地知道，如今的中国已经异常强大，在很多领域，美国还是需要寻求中国的帮助才行。因此，美国就出现了现在这种想跟中国边打边谈的局面。近日有相关消息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寻求与中国谈话，随后与我方代表在瑞士进行会晤。双方交流时，沙利文就表示支持中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且在今后的发展中愿意与我国在多方面进行交流，在各领域合作，寻求更稳定的中美关系，不去激化中美之间的矛盾。在中美关系日益升温的局势下，沙利文这样的表态引起了各界观察人士的广泛关注，认为美国似乎是清醒了许多。然而，正当大家对中美关系纷纷讨论的时候，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却立马表露了美国人真实的野心。据相关消息报道，近日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在印度与印度外交秘书哈什瓦德汉斯林格拉会见时称，美国已经做好了与中国进行激烈竞争的准备，在接下来的发展中，美国将在很多正当的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美国不会强迫任何一个国家在与中国和美国之间做出一个选择，但是美国注重的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样的反转还真是让大家都感到吃惊，美国的变脸还真是比翻书还快啊！对此，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虽说美国在近期来一再对中国释放友好信号，但是我们绝对不能上当。对美国，我们不能抱有幻想着他们能够改邪归正。美国是不会放弃把中国看作是自己敌人的这个想法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做好应该要做的准备，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面对美国在接下来的发展中给我们所带来的挑战。其次，舍曼此前访问中国的时候，也对我们释放了友好信号，但如今也是态度反转，这中间有可能是夹杂了印度的原因。美国为了能够拉拢印度，让印度成功成为美国的马前卒，所以就不断声称要对付我国，好让印度更好的上钩。总之，对于美国，我们确实不能抱有幻想，我们还得继续发展，扩大我们的实力。只有我们的综合实力比美国强大好几倍，到那时候，或许美国就会消停许多了。